是干什么呀？阿达，米米，韩妹妹，我来救你了！不许你去！你想让他死吗？让一下！表小姐，苏欣，你可来了！让所有会浮水的全都下水去寻，还有找2名护卫拉开梁子轩，不能让他靠近阿谭。再找些人拦开后面那些百姓，不能让他们知道落水的是阿谭。你又是谁？带下去，严审。是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又是你！若是真救了个大家闺秀，我老吕家可就发达了嘛！哎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表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阿谭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阿旭，听说你带了个姑娘回来，真是日出西山水倒流啊！若你在功名上能有看热闹的半分上心，国公爷也不至于日日嗟叹了。我要那功名有何用？即便是高中状元，也没我线下赚得多。爷，姑娘落水受寒，我去准备一碗姜茶。落水，不会是明家小姐吧？啊不，我方才听说码头处有人落水，忙赶过去瞧热闹，打听出来原是昌国公府的小姐着急救人，便猜许是明家小姐落水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梁子轩也在，还不顾众人劝阻，下水救人去了。瞧他那架势，知道的说是救人心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早有预谋。一女子落水失身，被一男子当众救起，还有何清白可言？你说那个梁子轩，他不会真的是故意的吧？明梁两家早就有婚约，他此举就是让明家再无退路。两家的心思已昭然若揭，不过这桩婚事，他们休想接扯。派人将此簪送去明府，就以他家小姐已回府为由，让人赶紧去码头将此事圆过去。表小姐，表小姐，表小姐，绿萼，表小姐，表小姐，您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家小姐亲手做了圆子，正等着您过府品尝呢。他说什么？小姐在家都等乏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吧。哦，原是令国公府的世子落了水。对，梁世子落水了。本小姐方才路过时，恰巧撞见，正派人相救呢。只许他救人现眼，还不许我们笑话这就是来，闭嘴！就是这儿了，走。哎，王兄，明小姐醒了。你是何人？明小姐不必惊慌，在下张怀玉。
是你救了我。张某可没那么大本事。来，救你的人是他。又是你？哟，你俩认识？不认识。明小姐，方才你溺水遇险，若不是我们阿旭出手相救，你现下恐清白难保了。那多谢了。哎，明小姐，明小姐怎急着要走？不再多歇会儿？不管今日你出于什么目的相救，在场3人全当此事不曾发生，日后也不必再提。昨日之事，我未曾向任何人提起，还望阁下今后莫要再伤及无辜，牵连于我。你我就此两清，日后也不必再相见。下回姑娘溺水，最好寻个无人之地，这样便不会再遇着任何人。昨日你俩之间是发生了何事啊？我瞧这位公子颇为面善，好心提醒一句：万勿和不法之人沆瀣一气，理应及时割席，以免自讨苦吃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明小姐，方才忘了向你介绍了，此地便是上京城最为繁华、人人流连称颂的高雅之所——别玉楼。日后明小姐若是得空，欢迎常来赏光。哎，水英，这位是我们别玉楼的水银姑娘，方才便是她照顾的你。多谢。明小姐，方才你脱离昏厥，现下安心歇着便是。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吩咐水银姑娘。明小姐，先把姜汤喝了吧。爷，梁府有动静了。梁府。阿谭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你别是听差了。那人拿着小姐的照水簪来府上，便是这么交代的。我原还不信，待去了南御河街才发现此事不假。先找到阿谭再说吧。是。这位姑娘有什么在下可效劳的？不必麻烦，我找人。不，哎，姑娘所寻何人？在下可以帮你找。不必麻烦。哎，姑娘，在下在什么下呀？我都说了不必麻烦。还有，大冷天的扇什么扇子？坐。姑娘，起来。哎，站住！你干什么？你要拿扇子当斧头砍了我啊？你不是要找人吗？我知道。要想知道人在哪，先给本公子道个歉。道歉？道歉没有，拳头还有一个。带路。阿谭，阿谭，人呢？哎，奇怪，方才明明，这哪儿去了？爷，据张吉供述，林国公贪墨一事与朱二之父休戚相关，只是林国公夫人已连夜将朱二送出了上京，正一路向南。
且慢！你为何要追查珠儿？为何要探查令国公府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意欲何为？不想死，就别多事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管的少管。梁府之事，我若真的不管不问，才是没几日可活。我未婚夫梁子轩与珠儿暗中苟且，且还珠胎暗结。他一旦离京，此事便再难查证，我就退不了婚了。我瞧着，你也不像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，否则方才也不会救我。我不管你是为何目的调查令国公府，但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，我们也勉强算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你不会忍心看我一个无辜之人受梁家连累，一生不幸吧？姑娘注重名节，可我就一匹马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便带姑娘同去。哦，你说什么？我让你将这桩婚事落定，没让你动歪心思。原本计划顺利，便能将婚事提前，我也没想到，明潭他竟会浮水呀！你还敢狡辩？信儿谈儿没事，若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梁府全得跟着陪葬。相爷息怒，都怪我心急想差了，由着夫人胡闹，才惹出这档子事儿。重新下聘，不过数日。你何必在节外生枝，还以谭儿的名节做赌？你到底在急什么？是轩儿她与贱内的外甥女有了孩子。相爷，此事我先前真是毫不知情，不过我已将人送走了。大局将定，你却频频生事，你是嫌淑明远副使一直不够威风高位，还是觉得谭儿高攀了你们梁家，非要嫁给你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？相爷息怒，那人已将珠儿许给了利州乡下管田庄的一个管事，他不会再出现在上京了。你如何保证他日后不会再出现，不会捅什么娄子？臣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朕还以为是听错了，当真是你。赐座。王爷，请饮酒。相看白刃血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。臣特以此酒祭奠在东周战死的定北军英灵。今日上元佳节，诸位爱卿不必拘礼。定北王如今凯旋，正好圆了朕方才所盼，可谓是好事成双啊！久闻定北王殿下骁勇善战，为大显立下赫赫奇功。臣女梁蓉儿愿献一曲《潇湘水云》，以敬殿下。小女不才，献丑了。既知丑，就别献了。
若是我呀，定要找个洞躲起来，这辈子都不出来见人了。还不快回走！定北王所言极是啊，小女自不量力，冒犯了王爷。老臣回去后定会对他严加管束。令国公府该加以管束的，又何止这一人？阿谭，这定北王是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？我倒是想。陛下、娘娘，定北王殿下在宫中长大，乃陛下伴读，什么雅音天籁未听过。梁蓉儿的琴艺自是不入流，不过上京的琴艺翘楚，今日也在席，殿下不妨一听。晋安侯府名坛，师承名家，琴艺高超，乃上京人人称颂的琴艺之首。不如让他为殿下抚琴一曲，也好让我等沾沾光，一饱耳福。凤昭这提议着实不错，那就请名家小姐为我等抚上一曲，以庆上元，更贺定北王得胜凯旋。臣女多谢皇后娘娘抬爱，只是今日入宫，臣女既未备琴，也未提前谱写庆贺之曲，贸然献曲，只怕会惊扰了圣驾，污了定北王的耳。偌大的皇宫，还怕找不出一副好琴？你若嫌弃，我就差人去太后宫中取他老人家的交尾来。本王回京，不是来听这些靡靡之音的。陛下，臣此番回京，还带了个人，想请陛下一见。召。咪咪，怎么了？是此事。这定北王竟比传闻中的还要蛮横霸道。何止如此，听闻他暴戾自遂，冷血滥杀。若是哪家女儿嫁去了定北王府，只怕整个上京的闺阁女儿家都要向他致谢了。定北王，你这是何意呀？陛下与陈公既有要事，那臣妾携女眷先行告退。这定北王一言不合就抬死人上殿，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庇护。都说定北王是战神，我看是颜入还差不多。今日梁蓉儿也是倒霉，巴巴往上凑，反受了顿羞辱。蓉儿，别哭了，定北王不过是有意搅局，借机发难罢了。敢问夫人，定北王何故要对梁家发难？可是国公府出了什么事？没有的事，都说定北王向来脾气古怪，我家蓉儿不过是恰好撞到他刀口上了。脾气古怪，也未见定北王为难旁人。是啊，方才明小姐不愿献曲，定北王也没说什么，怎的偏要和梁蓉儿过不去？我看他就是专门寻定国公府发难的。
莫不是国公爷做了什么对不起定北君之事？若真如此，方才定北王为何不直接问罪？走吧。明檀，你莫要听信这些闲言碎语啊！定北王回京，定有他自己的考量。这等朝堂之事，岂是我等能胡乱揣测到的？夫人放心，国公府若是清清白白，自可高枕无忧。就是，夫人这般着急解释，倒是有些此地无银300两了。阿娘。陛下，东周一战险象环生，若非定北军将士拼死一搏，北河大军已踏足大险，剑指赣州。此战中有朝廷官员与北地山匪暗中勾结，设计劫了定北军的最后一批军需。臣为彻查此事而归，途中却遇这京畿县尉百般阻挠。即便如此，也该着大理寺查问清楚，定北王何故私自取其性命啊？本王去拿这吴县尉时，他已被灭了口。你该去问，凶手究竟是为何？为何要贪赃枉法？为何要杀人灭口？为何为了一己之私，置定北军数10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？定国公，老臣在。你可知为何？王爷，您真会说笑。老臣与这吴县尉素昧平生，也从未参与军需押运事宜，老臣怎么能知道其中的原委啊？承恩侯，陛下，京兆府治下竟出了这等吃里扒外的贱吏之徒，臣与众京畿县令实难辞其咎，臣定会彻查此事，肃清府衙，定再不叫贼人钻了空子。是啊，陛下。定北王言下之意，这杀害吴县尉的凶手，便是阻你入京之人，亦是劫掠军需的幕后主使。陛下明鉴，臣回京途中遇海幽门杀手伏击，试问小小的京畿县尉，如何有胆识与海幽门勾结？况且定北军军饷被拖延亏空多年，绝非一人可成之事。臣想一查究竟，这才擅作主张，回了上京。本王久居边关，粗莽惯了，搅了诸位雅兴。诸位都是为国为民的立为良臣，想来定能体谅。待本王了结此案，定要那主谋向诸位告罪，亦会以其头颅血祭我战死东周的定北军亡魂。阿旭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都不知会我们一声？是啊，你想突袭也不必连我们几个都瞒着吧？对了，阿旭，你此番回京是何打算？预备待多久？定北军群龙无首，定然是待不了太久的。不过，军需被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军饷发放、军需运输，其中牵连甚广。阿旭，你此番可是无诏入京，想要彻查此案，恐怕并非朝夕之事。阿禄，你可是刚刚升任殿前司副都指挥使一职？你人在北地，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今夜可要当值？当什么值？你多少年才回来一次？今天咱们4个一定要好好聚聚，喝他个痛快啊！说得不错，我这就去找阿玉，让他备上好酒好菜。聚自然是要聚，不过你也顺便
借我些人手一用。你是要动令国公？你慌什么？就你那样子，明眼人谁瞧不出端倪？捉贼拿赃，只要江旭手里没有赃银，便奈何不了你。纵使吴由生前透露过什么，也无济于事。可是那些赃银已经落入了定北王的手中了。昨日我回到府中，才发现那银子早已不在府中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为何不早说？我早就劝你莫要再染指贪墨之事，你偏偏贪心不足，自食恶果。相爷，您可得给我梁家指一条生路。江旭此人不达目的，定不罢休。他能从吴县尉那儿查到的，无非是你和承恩侯。你们二人，我只多保一个。令国公只是个开始，杀鸡儆猴罢了。杀鸡焉用牛刀？你此番回京，那些老狐狸必定会紧盯不放。庸人多有不便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便是。相爷，下官对您一向忠心耿耿，您可不能弃我梁家于不顾啊！本相若要弃你，又怎会将靖安侯这道保命符留给你？定北王即便要动手，也会先摸清明家的底。若不是你梁家与明家有婚事牵连，今日就算本相也保不住你。哎呀，多亏了相爷为我梁家着想，未雨绸缪啊！令郎与明坛的婚事若再生变故，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哦，好，一定，一定。肃相夫人，老爷，聘礼都准备妥当了，这回下聘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老爷放心，这一次啊，咱们可下了血本了。那日肃相夫人也看过礼单，绝无差错。那就好啊！无论如何，明坛那丫头都得入我梁家门。老爷，今日宫宴上，定北王故意针对咱们，任何人都瞧得出来，明坛自然也会生疑。万一他在查探揪出珠儿一事，珠儿留在梁府始终是个变数啊，得想办法彻底的除了这后顾之忧。老爷，说来也怪，定北王既然从咱们密室将银钱尽数取走，又为何不在御前直言揭发呢？哼，他那是忌惮我们和明家有婚事牵连，只是暂时的隐而不发。若轩儿与明坛的婚事落定，那我们便多了明家这层倚仗，定北王便会投鼠忌器，不再轻易发难了吧？没错啊，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明坛得尽快的过门才是啊。没想到梁家如此下作，
梁家迟早会发现我是故意为之，有意刁难。嗨，怕什么？我最看不惯李氏那假惺惺的嘴脸，一面装得若无其事，一面藏着珠儿掩人耳目。他们梁家真是能演会场，个个都演技了得。幸好提早看透了他们，悬崖勒马，为时不晚。哎，阿谭，那日你在梁府究竟发现了什么？有何收获？欢，嘘。怎么了？走。怎么了？梁府司涉嫌贪墨，私藏官银。私藏官银？你小点声。嘘，你动静小点。他们竟敢私藏官银！我亲眼所见，岂会有假？只不过这官银不知去了何处，这珠儿或者官银，我都未能拿到实证。但我敢肯定，梁府之所以这么着急下聘，就是为了拉mình家下水，借阿爷之事脱困。令国公这老狐狸真是奸诈，这婚能该怎么退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哎呀，急也没用，退婚之事还需谋定而后动。坐。啊，只要珠儿仍在上京，此事就还有希望。宫宴之上，定北王公然针对梁家，他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你说我们若能借着定北王的东风，也不是不可能哦。可定北王此人目中无人，善恶难辨，求他办事，定是比登天还难。也是。退婚也是不易，想不损名节的把婚退了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待排除万难成功退婚，届时我应当如何行事，才显得清白刚烈些？我记得李家五姑娘被退婚时，亲自上夫家断发明志；方家的三姑娘呢，一根白绫上吊自尽了。倒也不必如此刚烈。这姑娘，这是哪家的小姐？如此有趣。应是靖安侯府和昌国公府的小姐。世家联姻，向来都是利益为先。这姑娘看得倒挺明白。阿雪，贪墨官银的罪魁祸首，当真是令国公吗？令国公确是贪墨之人，但并非背后主谋。阿旭拿他开刀，是想以儆效尤。只是你也未曾想到，这中间会牵扯上明家吧？所以你迟迟未动令国公，真是因这两家的联姻啊？那又如何嘛？不过一纸婚约，就算是真成了亲，也有的是法子撇清干系。你当这个婚是说退就退的？这中间牵扯的可多了，旁的不说，就光这姑娘的名声便必定有损。你让人家日后还如何一心择虚啊？倒也不难。眼下就有3位现成的良婿可选，就看你们谁能点头。阿雪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？是啊，这玩笑开大了。唉，这世道真是不公，明明是男人的错，可为何名誉受损的却是女子？就是。阿谭，即便你今日能把梁家这桩婚退了，你义父也还是会给你安排其他的婚事，不是这家的权贵，就是那家的高门，你总逃不过。谁又能知道下一个相比梁子轩会是如何呢？你放心，既有此事，我定不会再由他人左右我的婚事。与其盲婚哑嫁，不如亲自择婿。这主意好。其实细细思量，上京能与你相配的贤夫良婿也并不是没有，比如右相家的二公子，风度翩翩，文采斐然，品行高洁，前途无量。我听说以他的才华品貌，何该是荆轲探花郎的不二人选？齐大非哦。择婿之事，我有我自己的考量。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家世相貌自不必多说，还需有仕途，有抱负，绝不可虚度光阴，游手好闲，这是最低要求。品性需端正，用情需专一，为人需秉洁持重，断不可拜高踩低。
趋利忘义。那这也是必须的。此人定不能畏惧权势，须正直敢言。若我或明家一朝有难，他定当不离不弃，相扶与共。如此想来，整个上京，不，整个大县，恐怕只有一人与你相配。谁啊？定北王。他绝无可能。也是，不大可能。但是你看，他军功赫赫，要前途有前途，要抱负有抱负。宫宴一事，足见他不畏权贵，敢于直言。至于家世相貌，更不用说了，不全符合你要求吗？他的家世相貌，你如何这般笃定？他明知要入宫面圣，却连鞋都不换，带着一身泥泞就进了大殿。这定北王若非狂悖粗俗，便定然是家徒四壁。且他的行事做派，实在是太过暴力张狂。你不能要求旁人与你一样，处处精致、尽善尽美。可此人的品行确实存疑。若他当真与邻国公有仇，为何要波及无辜家眷，当众吓了那梁蓉儿的脸？这不正大快人心吗？我看你也是一脸痛快模样。那自然是极其痛快的。嘿嘿，这就对了。定北王一来就替你出了一口恶气。这么一想，靖安侯嫡女和我大显战神定北王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可这也足以证明此人狂悖粗暴，目中无人。我才不想像梁蓉儿那般被他当众嘲讽，丢脸失小。可若是哪天不小心惹恼了这位王爷，丢了性命，甚至是死不瞑目、魂魄难安，都极有可能。那也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？反正他绝非我良配之选。这说的你也太过分了！我们阿旭怎么就粗鄙狂妄，绝非他良婿之选了？这不得找他说道说道？他，非他良配，实乃本王之幸。若娶此女子为妻，才是本王瞎了眼。好像花车游街要开始了，咱们去瞧瞧。走。我去找找，去吧。尹夫人，明家小小姐和昌国公府的小姐一道去了南御河街，奴婢同明府的下人打听过了，说是两位小姐一早便约好了要游街观灯。游街观灯，他竟还有这般闲心。下去吧。是。若明家没了转圜的余地，那这门亲事也就板上钉钉了吧。阿塔，你看，真好看。小姐人呢？哎，阿炫，你要拿人，为何不用金云卫啊？我正好将他们交还给你。哎，替你打理了这么些年，我都有点负担不起了。你看我也无用，这么多年你捡了多少个孤儿回来，全都丢给我照料。别玉楼都快成金云卫据点了，丢给我也就罢了，
但是你不能一文钱不给啊！如今别玉楼加上文涛哥赚的银子，都抵不上他们的开销了。我怎记得当初你接手的心甘情愿，这些年也未见你撂挑子呀。我任劳任怨，大公无私。哎，阿塔，你看来了。阿塔，我们去下面放花灯好不好？好。谭妹妹，哦，还真是你。那这位想必就是你妹妹了。谁是你妹妹？世子是如何认出我的？前段时间媒人送来的画像，将谭妹妹画得栩栩如生。更何况谭妹妹乃熠熠明珠，纵使轻纱遮面，也难掩风采。在下又岂会认不出？素心寻不见我们，该着急了。梁世子，恕不奉陪。府上的张吉怎也在此？说谁呀？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这些也是你安排的？不是。别跑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抓错人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我是冤枉的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抓个人那么费劲，平日里饭都白吃了。张吉乃令国公心腹，自不是什么善茬，今夜灯会鱼龙混杂，拿人并非易事啊。酒，改日再喝。消失，消失。白大小姐，放过我吧，求你了。交人。我这都说了100遍了，我不知道人去哪儿我不管，人是在你这儿不见的，你就应该给我个交代。小姐，老爷夫人见您迟迟未归府，急得不行，府上都炸了。回家吧，你府上都炸了。南芝，喊我们家老头来，我倒是要看看，在国公爷面前，你到底如何交代。你家小姐真是个熬鹰的人才。两位客官，您的面。两位请慢用。姑娘赶紧吃吧，吃完了继续赶路。已经赶了整整1日的路了，现下已经申时，我们就不能在此地歇一晚再走？一点荤腥都不见，徐母就是让你这般慢待我的。日夜兼程是夫人的吩咐，等到了地方，姑娘自能好生歇息，安心养胎。徐母究竟要安排我去何处暂居？啊，利州乡下。姑娘放心，等过了风头，世子爷定会接你回京的。小二，来笼包子，再给我来碗羊汤。好嘞。哎，怎的？今儿个这么大方，在山上寻着宝了？刚挖的，待会儿送到城内药局去，定能卖上个好价钱。真是个宝贝啊！
我去给您拿包子去。去。这人参怎么卖？哟，夫人真是好眼光，50两。这么贵？这是100年的野山参，还是全须全影的。我正好想买1株人参补补身子，要不您这株人参就卖给我吧。哎呦，您这我都回不了本儿。100两。这人参我要了。哎呦，姑娘您收好了吧？这……哎呦，姑娘您真是有眼光，您收着。韩娘，这么好的人参可不多见，正好拿来孝敬阿爷。这人参是我先瞧上的，姑娘，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？哎，慢着，敢挡本小姐的道，我的鞭子可不长眼！多谢公子。是他不讲理在先，还要拦我的路。即便真的摔了撞了，也赖不着旁人。先带他回房休息。是。公子今日可是要在此落脚，不如我请公子喝杯酒。我其实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？阿娘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管他什么意思的。哎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！我们好不容易回京了，一定要收心敛性，不可再招摇惹事。此番若能留在京中，不再回阳西路，才是你我母女的头等大事。阿娘，回府也就半日车程，不如我们先在此落脚歇下，缓一缓神再回。谁？建安侯府明坛。是你？你来做什么？接你回京。你不能伤我！如今我又怀了表哥的骨肉，你与表哥的婚事我无力阻拦，可我与表哥是真心相爱的。无论你俩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，都与我不相干。那你要我回京做什么？我想……就是他！动手！手无缚鸡之力，却要以身犯险，可知这是什么行为？见义勇为，不自量力。我怎么就不自？此去利州，你当真以为还能再回到梁家？你不是表哥派来保护我的，你究竟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些人是为了杀你而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坚信梁家对你的承诺？不会的，我姨母答应过我，待我表哥大婚后，便会接我和孩子入京团聚，她不会骗我的。你姨母已将你许给利州的庄头管事做田房，她压根儿没打算让你再回京。不可能，阿爷帮他做了那么多事，他们绝不会如此待我。
眼下有2个选择：一，去利州做你的田房；二，跟我回京，寻梁家，讨回公道。还有第3条路，你跟我走，只要你助我与梁家退婚，我定尽全力帮你嫁入梁家，让你成为梁子轩的正妻。正妻，连命都快没了，还想进梁府的门？我快别说了，快去请产婆，快去叫产婆呀！使劲啊！使劲，使劲，憋住气，使劲。你让阿玉在京中寻一僻静之地，待珠儿父亲一入京，便将他们父女看押于这处。是。哎呦，姑娘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快，来搭把手！快搅了趴着拿过来。哟，真要生了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听店小二说那位夫人早产，我便特意送了人参来。使劲啊！我与阿娘刚从阳西路回来，对这边的风土人情尚不了解，先前是我唐突了，还请公子莫要对我生了误会。不重要。别再提啊！忍着痛血，否则气力都喊没了。深吸一口气，憋住，再使劲。哎呦，这。他好像晕了。哎呦，夫人，你看我来的多及时。这人参呢，我便原价让给他。我明楚一向是乐善好施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行善积德之人。夫人，明楚，怎会是他？姑娘，外头可是有人参，赶紧取来给夫人吊着气。夫人若再不甩醒，孩子可就保不住了。哎，快去快去！我送人参来是好心，可也不能白费了自己的银子，还请公子为我做主。爷，救夫人要紧，赶紧把人参钱付了吧。里面那位是你夫人？爷，夫人此番是因为您私纳外室而负气出走，若这腹中胎儿保不住，你怎么跟老爷交代啊？就这些啊？这人参就值这个价。你怎知这人参就不值钱啊？一看便知。可我是花了100两才。别人诓骗你，你甘愿被骗，怨不得别人。生了，夫人生了，母子平安。我知你与梁子轩彼此有情，可为何每次委曲求全的只有你一人？为了表哥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我既已决意退婚，你更应该随我回上京，去争得你应当得到的一切。你当真要退婚？既不如意，何必强求？男子为了前途功名可奋不顾身，女子为何不能为了自己的终身，全力一搏，得心中所盼？哎，夫人，你看这孩子不哭也不闹，当真乖巧。你瞧瞧，哎呦，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夫人，孩子才刚出生，怎能离了亲娘？就算想带他回京，你也不必如此用强。你父亲明日便要入京，这孩子跟着你，是享福还是遭难，你最清楚。珠儿，莫听此人妄言。无论为何，强掳婴孩都是大罪，我要报官。不必报官，林小姐，她说的没错。
我愿意回家。女人心。雅小姐，素心，是阿谭回来了吗？还是没有小姐的消息。眼看侯爷就要回京了，奴婢担心小姐会不会真的出事了。你说不说？你若再不交代，我就去报官。没人拦着你，我本就与此事无关。我这等金尊玉贵之人，平白蒙冤，还被你囚禁于此，你赶紧去报官吧！我就等着官府查清此事，等着你给我赔礼致歉。但愿你有这个机会。我们走。客官，住这屋的妇人呢？先前救他那位爷日出时便带着他走了。有一位拿着鞭子的姑娘，母女二人，可曾离去？哦，那姑娘走得更早些，瞧着呀，似气恼的不行。哎，对了，姑娘，那位爷给您留了辆马车。土匪贼子的马车谁稀罕？马车在哪？坐了一路马车，闷死了。啊！谁让你停这儿的？这是侯府大门吗？你眼瞎了？三小姐，这是老身的吩咐。你让我和阿娘从角门见府，好大的胆子！什么时候一个老妈子也配做侯府的主了？你怎能如此无法无天？我和阿耶常年在边关，自是不受拘束，阿耶便是我的天。走，今日我与阿娘偏要从侯府大门回府。这孩子，玩笑话也得有个分寸。这上京侯府的大门岂能胡开？嬷嬷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想必自是安排得当，绝无差池。见过三小姐、柳姨娘，二位舟车劳顿，三小姐应也是累了，还请回倚云院好生歇息吧。多谢嬷嬷，有劳了。这才回来第一日，急什么？你是哪个院的丫头？这般不懂礼数，敢挡我和阿娘的路！
赵水月奴婢绿萼，见过柳姨娘，见过三小姐。绿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那年打碎阿娘心爱瓷器的小贱婢。当年奴婢犯下大错，幸得柳姨娘宽宏大量，小小姐慈悲心肠，这才留了奴婢在侯府效力，弥补过错。当年若非明坛从中作梗，假惺惺的替你求情作保，你这贱婢早就被发卖去勾栏院了。这些年你一直在赵水院呢？是，当年奴婢领罚后，小小姐欲亲自调教管束奴婢，便将奴婢调去了赵水院。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赵水院的丫头这般不懂规矩，想来四妹妹也好不到哪去，怪不得迟迟未见她出来相迎。方才是奴婢一时粗心大意，未发觉柳姨娘和三小姐前来，与小小姐无关的。小小贱婢还敢顶嘴！你是存心让我和阿娘心里不痛快吗？奴婢不敢。别以为去了赵水院就和先前不同了，一日为婢，终身下贱。罢了罢了，这回府头一日，何必同一个贱婢计较？下去吧。是。家人准备的如何了？小小姐放心，膳房也按您的吩咐，一切准备妥当。今日家宴，一切需依着阿耶的口味来。是。我先去膳房瞧瞧。禀小小姐，绿萼姐姐不知怎的惹恼了三小姐和柳姨娘，现下正在前厅受罚呢。嬷嬷先替我去膳房盯着，今日家宴万不可出差错。是。这不是小小姐身边的绿萼姐姐吗？怎会在此受罚？说是冲撞了三小姐和柳姨娘，这不是明摆着当众下小小姐的脸吗？有你这贱婢坐立，我看日后侯府还有谁敢以下犯上，不敬主子！给我继续打！住手！敢问三姐姐和姨娘，没事吧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呀，柳氏见过小小姐。一晃数年，小小姐出落得愈发标致了。果然，还是上京的水土养人呢。四妹妹，你我姐妹多年未见，还真是差一点就认不出了。哼！明坛见过三姐姐，见过柳姨娘，不知我这丫头是犯了何错，竟让三姐姐与姨娘这般重责于她。呀，原以为四妹妹是来迎我和阿娘回府的，不曾想竟是为了一个贱婢来兴师问罪的。哎，不得无礼！这小小姐操持侯府，日不暇己，哪有闲工夫来迎你啊？且你是回家，又不是为客，一家子姐妹啊，何必在意这些虚礼呢？哼，这丫头呢，冲撞了楚楚，楚楚不过训诫了几句，她便心存怨怼，以下犯上。我是担心她素来行事如此，那岂不是时常冲撞小小姐？故略施小惩，以示警醒。哎呦，不曾想却惊动了小小姐。小小姐统管全府，事无巨细，当真是辛苦了呢。姨娘多虑了，我们家绿萼一向执礼守矩，从未有过任何不妥之处。且她是我院中之人，即便真犯了错，三姐姐和姨娘也应当先知会我一声，由我决断才是。我是想着吧，咱们侯府门风严谨，无论哪个院的下人犯了错，都得依着规矩来。否则若传出去，外头定是要议论我们御下无方、尊卑无道的。继续打，打完50个嘴巴为止。
还不信今日教训不了。我方才说了，他是我院中之人，即便他犯了天大的错，也轮不到旁人来处置。楚楚，何必为了一个下人大动干戈？这丫头既是小小姐的人，自当交由小小姐全权处置的。走。小姐，都怪奴婢连累了小姐您的颜面。你我之间何须说这些？赶紧回去上药。是。你阿耶即刻就回府，若是回府头一日，便见你与明寒争执动手，姐妹戏强，会作何感想？莫要为争一时之气，失了你阿爷的心啊！陛下，彻查军饷贪墨案并非朝夕之事，如今边疆初定，定北军又军心不稳，依臣之见，还是让定北王早日返回北地为上。陛下，此案自有大理寺接手，若定北王插手其中，只怕会事有偏颇，难以服众啊。自进御书房以来，二相便一言未发，也不知二相对此事有何见解？陛下，此案若不查明，休说定北军军心难定，恐怕整个大县都民心难安。臣以为，让定北王留在京中监察此案，不正是安抚军心的上佳之策？难得右相与老臣不谋而合。陛下，臣以为若要彻查此案，正急需定北王这般雷霆手段，单凭大理寺，恐是不够。陛下明鉴，就算查案，也得按律法来办，岂能任人肆意妄为？定北王无诏入京，已犯重罪，还请陛下一视同仁，赏罚分明。传朕旨意，定北王无诏回京，领20军棍，其余罪状，待贪墨案查清之时，再一并论处吧。是，陛下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你这是割发代首，李代桃僵啊！王爷，刑罚已毕，老奴这就回宫复命去了，还请王爷铭记教训，尽心查案。有劳刘常侍。对了，阿旭，阿玉同我抱怨，说你莫名拐走了明家小姐，害得她被白小姐折磨得够呛。你带明家小姐去了何处啊？为了此物，出城了一趟。令国公所贪军饷，多由珠儿支付打理。国公府密室不过留了10之23，我已派人去珠儿家查抄，他们父女2人也已招供。铁证如山，你打算何时动领国公？靖安侯今日回京，事不宜迟，就今日。阿爷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不过暂别一日，楚楚就一直念叨着侯爷呢。哦，阿爷奉诏入宫，都没人陪女儿练鞭子了。过一会儿，阿爷好好陪你过过招，练练手。
回府以后可还适应吗？自己家有什么不适应的？只是我和阿娘回府，府中竟无人相迎，下人们也都不懂规矩，冲撞不敬。阿爷，难不成我和阿娘算不得名家之人？老奴恭迎侯爷回府。侯爷恕罪，小小姐打理侯府琐事缠身，故今日未能亲迎三小姐与姨娘回府。但她叮嘱了老奴，定要好生相迎，悉心照料。小小姐已重新布置了倚云院，安排了得力的奴仆，只盼三小姐与姨娘返家后能住得舒心。你们瞧，这不都安排妥当了？檀儿呢？回侯爷，小小姐得知侯爷回府，欢喜得很，说要亲自下厨，做几样您素日爱吃的菜。白家舅爷那儿，老奴已派人去请了，一会儿便到。宫里待了许久，正好饿了，走吧。阿爷，不如我们先净手，再用膳吧。好吧。这道菜摆盘不够精致，吩咐膳房重新摆一下。是。阿谭，你神神秘秘的到底是去哪儿了？你别是有什么事儿，千万别瞒着我啊！其实啊，我是追珠儿去了。你一个人追珠儿？你怎么敢的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咱们先好好吃一顿团圆饭，各中细节晚些再同你说。走，陪我去看看陆金包做好了没有？这也得看。哎呀，走啦。嬷嬷，余下之事可以妥当。小姐放心。阿谭见过阿爷。四妹妹这是怎么了？与阿爷竟这般生疏。小小姐这是高兴过了头。侯爷离京这5年，小小姐一直挂心着您。听闻侯爷要回京，更是欢喜不已。半月前就开始忙碌张罗了。这5年未见，檀儿都出了成大姑娘了。这几年让你独守上京打理侯府，着实的不易呀，让你受苦了。这些都是阿谭应该做的。看来姑父一心记挂着阿谭，早就把我忘了。哟，这不是敏敏吗？你这丫头倒是一点没变啊，跟你阿爷连性子都是一模一样。我的女儿不像我，像谁啊？老家伙，许久不见，玉浅风霜了。你在京中养尊处优的，我哪比得上你昌国公啊？你这家伙如今口气还挺大呀，姐夫啊！阿谭见过舅舅舅母。哎，谭儿，妾身见过舅老爷。侯爷，人都齐了，不如移步膳厅吧。小小姐还交代膳房，特意为您做了鹿筋包。是啊，阿谭为了准备这个鹿筋包，几日都未能睡好觉。姑父可得好好尝尝。檀儿真是有心了，走吧。阿爷先请。姐夫请，走吧。为了道菜，几日未睡好觉，真能鬼扯。行了行了，走吧。开席吧，都别拘着了。阿爷，尝尝这鹿筋肉，看炖的是否入味。我尝尝，味道如何？软烂鲜香，味道极佳。阿爷喜欢就好。喜欢。怎么没有我想吃的肉糊羹和鸡汁笋？我方才分明传过话去膳房的。银杏，吩咐膳房即刻做了肉糊羹和鸡汁笋送来。不必吩咐了。四妹妹
妹这是何意？三姐，难不成我在家中想做什么、想吃什么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啊？阿姨，女儿这般和寄人篱下有何分别？同为名家的女儿，我就活该受她欺凌，事事养她鼻息嘛。好了，檀儿，你们是亲姐妹，况且楚楚所求之事也不为过。你看，侯爷，菜来了。三姐姐方才吩咐之时，膳房已经熄火，需重新起灶，故而有所耽搁。今日家宴本就是为了给阿耶、三姐姐还有姨娘接风洗尘。阿谭哪怕如何再不懂事，也绝不会故意苛待家人。肉糊更需趁热吃才有味，三姐姐快尝尝吧。嬷嬷，不是方才让多备一副碗筷？回小小姐，老身确实遗憾人头，多备了一份。今日阖家团圆，却唯独缺了阿娘。故阿谭寻出了阿娘旧时常用的碗筷，按照习俗摆上，以示思念告慰。妾身失礼了，阿姨，这些年阿娘、姨娘陪着您在杨西路受边关之苦，也着实不易，怎能回到家中反倒不能同桌吃饭了？上京的规矩与军中自然不同，想来你姨娘也是明白事理之人。可这是家中啊，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三姐姐与姨娘陪伴阿叶在边关，这么多年实属不易。军中疏于规矩，想来也是阿叶对姨娘和三姐姐都有包容。可眼下是在上京，上至勋爵，下至百姓，皆遵循礼法。方才姨娘也同我说了，咱们侯府家风严谨，有些事若传出去，定会被人议论名家木无礼教，有损的岂不是阿耶的颜面？我怎么就损了阿耶的名声了？三姐姐一回府，便责罚了我院中下人，听闻还与张嬷嬷起了争执，险些伤了她老人家。我不过是给他们个教训，让他们谨记自己下人的身份。张嬷嬷不肯开正门，非要我们从角门进，分明就是故意轻贱我。我与姨娘还有绿萼那丫头，故意冲撞于我，自然当罚。绿萼乃我贴身丫头，行事素来妥帖。张嬷嬷一向按礼法行事，她是府中的长侍，在侯府也待了大半辈子。三姐姐却在侯府外当众斥骂，出手伤人，如此伤的自是侯府与阿耶的名声。阿耶此番回京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侯府。我们身为女儿家，虽不能在朝政上为阿耶分忧，但也应该明理达义，事事思量，谨言慎行才是。檀儿所言甚是。阿耶，行了，你是越大越不懂事。檀儿说的句句在理，你何该同你妹妹好好学一学。哎，咱们今日不是来给姐夫接风洗尘的吗？怎么说到儿女教养之事了？这些以后再说。你舅舅说的是，今日我们父女重聚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顿饭。小姐，这是门房上刚送来的，说是对您极要紧。这信是谁送来的？说是文涛阁的掌柜。
上元夜推小姐落水的两府护卫陈四，现正藏于文涛阁西厢房。为何不直接将信交到靖安侯手上，反辗转交给明家小姐？怕麻烦。若将信直接交到靖安侯手上，他难免会起疑，多方查证。可交由明家小姐出面，倒是省去了诸多麻烦。若不是因着明家，我早已亲办了令国公。靖安侯这帅才实属难得，若令国公当真与他成了姻亲，就不好办了。幸而明家小姐慧眼识人，行事果决，否则此事还要拖上许久。这上元夜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回阿爷，上元节女儿夜游，被梁家人故意冲撞，不慎落水。梁家人这么做，就是想让女儿尽快过目。万幸的是，女儿会浮水，故而梁子轩并未得逞。真是卑劣无耻，荒唐，无耻之有！你义父可知道此事啊？阿谭是觉着应先查明真相，故并未告知义父。我只知道上元夜敏敏迟迟未归，既然不知是你落水遇险，如此大事，你们两个丫头怎么瞒得那么严实？我们是不想让您担心，况且此事并未闹大，还是越少人知晓越好。谭儿，你放心吧，为父定会为你讨一个公道。别说，别说，又干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。上元夜之事你也不知情吗？说。我只是奉我家老爷之命推明家小姐落水，其他的真不关我的事啊。梁启伟，王八蛋！这梁家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？婚约早已经定下，待侯爷回京，婚事便能提上日程，他何必多此一举？原是梁子轩与其表妹有了首尾，而且还刚生下了一个儿子。梁家怕阿耶知道此事会因此退婚，所以才设计了一出落水救人、毁女儿清白的戏码。你说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女儿听闻梁家在吏部颇有根基，女儿不知朝政，怕毁了这桩婚姻，会影响阿耶第二任回京的升迁考评。他梁家算哪根葱，能影响老子的仕途？来人，去梁家退婚！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还真如你所料，不过梁家为保这门亲事，不惜用上旁门左道，又岂会轻易放手？就算靖安侯去了，这婚怕是未必能退。说话！当日落水的是我们家轩儿，这整个上京都知道的。正是正是。我们既然进了这个门，自然是查清楚了来龙去脉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今日若能顺顺当当的把婚给退了，便是两相得宜。落水的若是明坛，那损的可是他的名声啊！侯爷，咱们两家的婚事眼看就要落定，您何必为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着急上火呢？就是啊，定是军中有人眼红你我两家结亲，才想出了这般下作的诬陷之计呀。我们梁家上下都极看重明坛，待他进门，我定待他如亲女儿般，绝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。人证在此，你们还敢狡辩，胆子够大的！别以为我不知，你家外甥女在府上住了许久，不仅与你儿子有私，还有了孩子。